是由弦构成的。按照弦理论，我们就能十分清晰地解释电子的波粒二象性。在量子力学中，我们如果朝光屏发射一个电子，电子就像波一样传播到光屏上，但是我们无法确定电子出现在光屏上的具体位置。如果重复大量相同的实验，电子出现在光屏上的位置几乎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能精确计算出电子出现在光屏上的位置，只能通过概率预测电子出现在光屏某一位置的概率。有物理学家认为，超弦理论目前的窘境正是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最好诠释。也有物理学家认为，超弦理论是未来最有可能成为万有理论的候选者。请耐心看完这条视频，你心里就一定有了答案。如果没有耐心看完，也可以点赞收藏。有这条视频，你基本上就可以大体了解超弦理论的整体框架了。超弦理论的前身是弦理论，而弦理论就是为了解决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兼容的问题孕育而生的。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当我们将物质放大，会发现它们又由各种粒子构成。这些粒子有电子、夸克和中微子等等。粒子一直在宇宙中运动，并且相互作用。比如夸克靠胶子进行强相互作用，电子靠光子进行电磁相互作用。这些粒子组成了标准模型，标准模型也是人类对微观粒子最精确的数学解释。按照粒子的自旋类型划分，标准模型中粒子可以划分成两大类，自旋为半整数的是费米子，比如电子；自旋为整数的是玻色子，比如光子。但是标准模型并不是解释所有微观粒子的终极理论。到目前为止，人类发现大自然只有4种基本相互作用力，按照强度划分，依次是强力、电磁力、弱力和万有引力。力的传播需要介质，比如强力、电磁力和弱力都有传播介质，所以我们也不得不相信引力也有自己特有的传播介质。虽然我们暂时没有找到这种传播介质，但我们仍然相信引力的传播子是存在的。按照正常的物理思维，如果引力的传播子存在，那么一定也是一种客观粒子，也是可以被纳入到标准模型中的。但事与愿违，爱因斯坦活着的时候就致力于统一电磁力和引力，但终其一生也未能如愿。在20世纪上半叶，科学家还发现弱力和强力。在杨振宁等物理学家的努力下，弱力和电磁力率先统一起来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强力、弱力和电磁力都可以用标准模型来解释，唯独引力与标准模型格格不入。在信仰的加持下，物理学家相信，既然引力也是力，那么就一定会和其他3种力一样，是可以被一个更大的统一理论来解释的。按照量子力学的预想，想要把引力纳入到标准模型的关键点，就是要找到引力的传播子，也就是引力子。广义相对论认为，物体之间的引力是通过时空弯曲来实现的，引力好像没有通过任何介质就可以超距作用来传递力。而量子力学认为，时空曲率之所以可以传递力，必然是依靠一个最基本的粒子来完成的，这就是曲率量子，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引力子。令人绝望的事情发生了，当物理学家尝试将引力子纳入到标准模型中时，计算就会得到一个无限大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我们暂时无法用量子力学描述引力。即便科学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尝试，广义相对论的引力理论和量子力学依旧是不兼容的。每一个物理学家都坚信，宇宙规律不可能是局域的，4个基本作用力必然是可以被统一起来的。为了信仰，物理学家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来统一万有引力和其他3个基本作用力。目前最有可能成功的理论就是弦理论。在量子力学中，标准模型中的粒子都被认为没有内部结构的量纲粒子。通俗一点说，这些粒子已经是最小的了，不可以再分了，包括引力子也是不可以再细分的粒子。而弦理论认为，既然引力子和标准模型中的其他粒子无法兼容在一起，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引力子和其他基本粒子是有内部构造的，它们是可以在更小的尺度上被统一起来的？所以在弦理论中，基本粒子只是一个近似值，如果放大这些粒子，就会发现它们都是由一根小弦构成的。这些弦有时打开，有时闭合，这些弦就像橡皮筋一样，也存在张力，也可以振动。就和吉他弦一样，不同的振动方式可以产生不同的波，那么就会产生第1种波、第2种波、第3种波，以此类推，不同振动的波在量子尺度上就会表现成不同类型的粒子。通过弦理论的计算，有些弦振动出的结果像光子，有些弦振动像引力子。
如果我们相信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是由更小尺度的弦构成，我们自然可以相信引力子也是由弦构成的。按照弦理论，我们就能十分清晰地解释电子的波粒二象性。在量子力学中，我们如果朝光屏发射一个电子，电子就像波一样传播到光屏上，但是我们无法确定电子出现在光屏上的具体位置。如果重复大量相同的实验，电子出现在光屏上的位置几乎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能精确计算出电子出现在光屏上的位置，只能通过概率预测电子出现在光屏某一位置的概率。量子力学的解释是，当电子被放出来后，在抵达光屏前会发射出一个光子，然后再重新吸收，还或者发射2个、3个或者更多的光子后又重新吸收。这种发射光子又吸收光子的行为是随机的，发射光子后的电子能量降低，轨道改变，重新吸收光子后的电子能量升高，轨道又改变，所以电子出现在光屏上的位置就变得很随机，且无法精确计算，只能依靠概率预测。而弦理论是这样解释波粒二象性的：粒子不再是一个点，而是由弦构成，弦可以按照特定的运动路径，不再随机，但弦会连续振动，产生不同的形状。弦不仅可以振动，也可以复制自己，这就相当于发射了一个光子，然后弦又相互组合，就相当于又重新吸收了光子。通过分析弦在振动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可能的形状，就可以得出一个带孔的几何形状，以及所有相互作用。在弦理论中，由于弦的振动是连续的，所以粒子的发射也是连续的，而不再是瞬时的。之前由于量子力学认为粒子的发射是不连续的，所以才会出现将引力子纳入到标准模型中出现无穷大的尴尬结果。现在有了弦理论，粒子的发射变得连续了，所以把引力子再纳入到标准模型中，就可以和其他粒子十分融洽了，也变得十分合理。但是弦理论一直饱受诟病，因为它不符合了如无必要物增实体的观念。有了弦理论，引力子是可以和标准模型融洽了，但是又产生了更多的问题，暂时无法解决。第一个问题，所有弦的振动都表现得像是玻色子，比如光子和引力子，但是我们的世界却真实存在着像电子这样的费米子。按照弦理论，所有振动模式的弦都无法生成费米子，这与客观事实违背。第二个问题，在弦理论的预测中会产生质量会虚的超光速粒子快子，快子的质量是一个负数的平方根。第三个问题，我们感知到的宇宙是4维时空，是3个维度的空间加上第4维度的时间，但是弦理论却只能适用于26维度的宇宙。弦理论适用的宇宙跟我们真实的宇宙相差甚远，这种离谱程度甚至已经让很多物理学家对弦理论望而却步。为了解决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费米子不存在和虚质量快子的问题，弦理论又额外引入新的理论，比如向 B 弦上增加一个微调机制，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费米子不存在的问题，也可以将费米子和玻色子之间对称起来，并且预测费米子和玻色子的数量一样多，这就是超对称性。这样一来，弦理论又进化成了超弦理论。在超弦理论中，不再需要26维度的宇宙了，而是降成了10个维度，但额外多出的6个维度依旧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回头来看，弦理论本来就是解决引力和量子力学不兼容的问题而额外引入的理论。弦理论目前没有任何强有力的实验基础，基本上都是猜想。但是把弦理论引入后，又会出现了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又引入了超弦理论。但是超弦理论也面临难以解决的多维度问题，所以为了解决10维度问题，又得引入新的理论。如果宇宙真的是超弦理论预测的10维度，于是令人震撼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的3维空间就是9维空间的一个切片，宇宙空间是9加1维时空中的第3模，我们还无法感知到4维的时空以外的其余6个维度。超弦理论发展到这一步，甚至很多物理学家都不忍直视了，于是出现了十分牵强附会的解释。有物理学家认为，虽然宇宙有10个维度，但是其他6个维度都特别小，所以我们不能感知到这6个维度。这样回头一看，超弦理论或许正是如无必要物增实体的体现。2021年12月9日，
国外一篇报道称，美国宇航局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科学家可能发现了能够制造曲速引擎的时空炮，这就意味着原本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超光速时空曲速引擎有变成现实的可能了。这篇名为《卡西米尔空腔中存在的能量密度的可能结构》的研究论文已经发表在了7月份的欧洲物理杂志上了。在论文的摘要部分说，科学家在研究能量如何围绕波长分布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纳米级结构。这一结构预测了负能量的分布，并且与阿库别瑞度规的要求十分匹配。你可能暂时还听不懂这些物理名词，咱们先来解释一下。首先，阿库别瑞是墨西哥物理学家兼数学家，他于1994年提出波动方式的展延空间理论，也就是一种可以让宇宙飞船在不违背相对论的情况下进行超光速飞行的曲速引擎，所以这种曲速引擎也叫做阿库别瑞引擎。但是要制造这种超光速曲速引擎却需要负能量，而这次 NASA 和 DARPA 发现了纳米结构预测的负能量分布，就特别符合阿库别瑞引擎所需的能量要求。当然了，咱们得谨慎一点，发现这个并不意味着曲速引擎在实践中就完全可行了。这里边最重要的原因是，用负能量制造的曲速引擎所需的时空炮，并不排除只是数学上的计量。下面咱们再来简单分析一下曲速引擎的理论基础。狭义相对论最基础的一个要求是，任何有静止质量的物体都不可以被加速到光速，只能小于光速。光子之所以能达到光速，是因为光子没有静止质量。这里要注意的是，光子没有静止质量指的是光子就没有静止状态，光子只能以光速运动。而宇宙飞船是有静止质量的，所以不可能达到光速飞行。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把宇宙飞船加速到光速。这样的推论来自狭义相对论，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广义相对论做一个投机取巧的假设。在广义相对论中，物体在空间中就会造成时空弯曲，这种时空弯曲指的是三维空间加时间。如果要具体量化弯曲时空的每一点的质量和能量分布，就不能用传统的曲面几何工具了，而是用度规张量、克里斯托弗尔符号、曲率张量、里奇张量、里奇标量。这些工具是用来描述能量与动量在时空中的密度和通量的，所以可以统一起来称为能量、动量、应力张量。这是引力场方程右边的表达项，代表的是物质导致的时空如何弯曲，左边代表的是时空曲率决定物质如何运动。所以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在正常情况下，物质不可能超光速运动，所以物质造成的周围时空曲率的曲值就在一定的范围内。而曲速引擎的逻辑是反着来的，先是假定有一个扭曲空间，这一空间能够让飞船以任意速度飞行在时空中，然后再计算这一弯曲空间对应的物质分布。通过计算只有负值的能量密度造成的空间曲率，才能维持飞船以任意速度飞行。飞船前方的空间收缩，后方空间扩张，飞船所在的空间为平直时空，所以飞船就在一个曲速炮中波动前进。其实飞船并没有动，而是泡泡带着飞船动。但是要制造这样的曲速炮，必须要用到负能量。负能量其实并不难理解，如果给一个物体施加一个力，该物体沿着力的方向加速运动，那么这里体现的就是正能量的作用。如果施加一个力，物体在力的反方向做减速运动，那么这里面体现的就是负能量的作用。其实负能量早在1948年就被发现了，这就是卡西米尔效应。这是一种由磁场波动造成的吸引力，数值与距离的4次方成反比，而引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所以这种吸引力并不是引力造成的。当两块中性金属片距离遥远时，能量为0。当它们彼此靠近，我们能从中吸取能量。其实金属板的能量即为负值，所以研究卡西米尔效应就可以搞懂如何提取负能量，对曲速引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此次科学家就是在研究卡西米尔效应时，意外发现了一个符合曲速炮能量分布的结构体。至于它到底是不是曲速炮，现在还是理论预测。
既然都不确定，为什么要发论文说这极可能是曲速炮呢？我想着吧，不吊足胃口，怎么张口要经费呢？其次，如果后续证实这真的是曲速炮，那和曲速引擎的实现还差着好几个戴森球呢。